我们真的需要 Google Pixel 的折叠机吗？大家好，我是努力。那现在国外很多爆料的消息，关于 Google Pixel 的折叠机，现在也慢慢都出来哦。那其实先前就有一些大致上的一些消息，说 Google 可能会在今年底或者是在明年初、明年中之间发表他们的第一款折叠机。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细节之前，我们现在讨论就是说，折叠机现在这个市场到底还需要这样的东西呢？那到底以 Google Pixel 这个机型来讲，是不是需要一个折叠机种，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在期待这样的折叠机种？那首先我必须要先承认，我自己是蛮喜欢 Pixel 这一系列的手机。那其实很早，可能从 Google Pixel 第2、第3代啊，到他们在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所习惯计算机的摄影或者演算法的摄影，这些我个人认为都是从 Google Pixel 这个机型开始做出这样的先驱。那几年之后到了现在，其实各家厂牌都在针对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不太那么去在意说到底现在新出来的手机，他们所搭配的这个相机里面细节的规格、感光元件，或者是画素啊，或者是它用的键钮到底是什么，我慢慢开始比较在意说它真正拍出来的成效是怎么样。那以 Google Pixel 来讲呢，他们其实也是一直在这一点里面一直去加强，所以他们也不太会去强调一直去进步他们硬体规格，反而比较专注在一些使用体验上面。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在手机的售价上面一直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但整体的硬体质感啊，或者设计啊，或使用起来的感觉，其实都还是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水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蛮喜欢这一系列的手机。应该说，我比较喜欢它背后所代表的一些意义。那其实当然嘛 ，Google Pixel 就是 Google 自家所推出的手机，那他们所搭载的就是原生的 Android 系统。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它的原因。Android 的原生系统从一开始早年看起来是好像非常没有什么设计感啊，看起来比较无聊，慢慢进化到现在，其实我认为它原生系统已经比很多家可能自己再去做调整出来的系统还要好看跟美观很多。那我认为 Google 在原生的 Android 系统里面做出比较好的这些设计啊，跟使用者体验来讲，其实也会提升到所有其他 Android 厂牌的使用者体验。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或是他们有一点必要性的也去进入这个折叠手机的市场。那当然 Pixel 系列手机其实他们常常在不同代厂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创新的方式。那当然嘛，从 Google Pixel 3啊，它的这些夜拍啊、演算法的摄影晋升到另外一个等级，然后到 Google Pixel 4，他们可能加入一些高科技的脸部扫描、脸部感知这些测试性的技术在里面，然后到 Google Pixel 5又慢慢回归到原来的样子。那甚至到现在的 Pixel 7，我觉得 Google 可能慢慢在 Pixel 这个数字系列来讲，他们有大概抓准说，他们想要走的市场是怎么样。但如果他们今天有些想要尝试性的不一样的硬体功能的时候，或许就可以尝试开发出另外一个新的机型、另外一个市场，然后可以测试一些不一样新的硬体功能啊，或新的创新功能在这样的机型上面。那以 Google 本身来讲，其实他们最赚钱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广告的业务的部分嘛。那我自己看法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有蛮大的资源可以在这个硬体上面做一些不一样的创新、不一样的尝试。因为如果说这个硬体这一代的功能，他们做这样的尝试，可能在销售上面有一点失利的话，其实他们应该还是可以承担得起这样的损失，因为他们不是单靠硬体在赚钱。但同时，如果他们可以做出这种跳出舒适圈啊，然后去挑战不一样的形式，像折叠手机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为整个 Android 市场带出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 Android 机型都已经在做折叠式的手机，可是因为本身 Google 自己原生的 Android 系统，他们可能在这个折叠机型怎么样去应用它，或是在这个使用者界面之间怎么样去切换，还没有一个非常标准或者说真的非常好的一个规范。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如果他们从自己先开始先踏入这一步，那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工程师去体验说，如果我们真的往这个市场走，我们做出这样的机型，那在这两者折叠之间怎么样去做使用者界面的切换，会让它的使用起来更有意义性存在。那其实我们看到嘛，像 Samsung 的 Galaxy Fold 现在已经出到了第4代齁，那我使用上的体验就发现，他们每一代其实在进步的时候，都是在针对这个打开来到更大的时候，或折叠起来的时候，或是说折叠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在使用者界面上可以跳出什么样创新的方式，让这样的折叠机构使用起来其实有它的实用性在。但同样是折叠机型，你今天可能在三星上面得到的体验，觉得说，可能这样折起来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用法，蛮直觉性的用法。可是同时，可能这类的用法跳到其他机型的折叠机上面，你可能就找不到。那同样是在 Android 系统，大家可能对折叠机要怎么去使用它定义有那么大的差距的时候，其实对整个 Android 系统来讲，我觉得都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如果 Google Pixel 可能叫做 Pixel 4来讲，到时候他们能真的用使用者的角度去发展出很多有创意的使用方式的话，那或许很多其他家厂商想要去进到这个折叠机的市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用太去思考说，我们要去创造出怎样的用法，可能就可以照着本来 Pixel 4的方式直接
移植到他们的机型上面。那同时在其他的硬体部分，可能萤幕大小或者相机或其他使用者体验再去加强。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它就能创造出更多的创意使用方式。所以呢，我个人认为 Pixel 进入这个折叠机的市场，并不代表说好像 Google Pixel 4能抢下这个折叠机多少的市场。我觉得比较像是帮整个 Android 市场做一个整理，做一个定义。那或者是说开放出更多的机会，让其他小厂商想要进入这个市场也越来越容易。那以我个人角度来讲呢，如果说你问我说折叠机会不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我自己使用到现在的体验，我觉得它一定会是。如果今天我们习惯用的电话的尺寸是这样的大小，那如果今天它有这样折叠机构，你可以让你把2个装置结合在一起，一个平板一个手机，然后你只要单一带一个装置就可以使用到2个不一样的体验。那如果我们再去进一步延伸，你可能带一个键盘或什么，它就可以有可能3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使用者体验。我觉得等它硬体还有量产的成本慢慢降下，还有它这个软体之间的使用者界面的切换跟定义越来越自然的时候，这个绝对是一个未来的趋势。那可能早年大家会讲说，可能笔电或者是平板，他们所用的处理器所需要用的电量不太可能在手机这样的体积上使用。可是我们看到现在苹果其实连他们的笔电跟桌机基本上都是使用从这个行动装置移植过去的处理器。那也因为这样，你现在基本上可以在 Mac 上面去运行所有在 iPhone、iPad 上面的 App。那其实从这些动作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个3个机型慢慢结合在一起，应该就是未来的趋势。因为从智慧型手机开始，或者说从手机的发明出来开始，它会变成一个主流趋势，也就是因为它能结合很多不同装置在一个小小的手机里面。像以前可能需要再多带一个相机多带一个录音机现在你基本上可能以前10-20样电器所能处理的事情，在一个小手机就能解决。那从这个角度去看来，如果你说真的要笔电、平板跟手机结合在一起的话，根本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现在以 John Prosser 他现在所得到应该是在明年中左右 Google 会发表这个产品。那现在看起来呢，可能第一个会出来的机型就是一个 Pixel 4，就是一个左右对折的这种折叠机型。那这样的机型也是我个人认为在使用性上它的泛用性非常高的一个机型，因为打开就是一个平板，折起来它使用者体验也跟一般的手机没有太大的差距。那以目前大概知道或猜测的硬体规格，它可能不会像是一种最旗舰的机型，像这种折叠式潜望镜头可能也跟 Samsung 的 Galaxy Fold 一样，没有可能放在里面。那可能它的外观像是这些相机的硬体规格比较会是接近 Pixel 7，而不是 Pixel 7 Pro。那它会比较专注于在它这个2机一体的这个使用者体验。那其实以我个人而言我使用这样的折叠机型也不是非常在意说它所用的相机是不是最旗舰或是最高规格，我反正比较在意的点是说它的软体要怎么让更多使用者更能习惯这种2机一体的切换模式。那这个也是我认为说，如果 Google 开始先进入这个市场，我也蛮期待说他们要怎么定义折叠机的使用者界面，或是他们可能会带来什么革命性的体验上的改变。OK， 好，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在下面分享。今天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还蛮期待 Pixel 可能会推出的这个折叠机种的一些消息。那或是你们有什么其他消息想分享的话，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莫迪，我们下次片见，拜。